大家好，我是金建。这个视频我讲一下零售和 SAP，这是一些声明。零售行业里面也分很多种，像 wholesale 批发、生鲜、电器。那我这个视频用服装零售的业务做个例子来介绍一下。那这里呢是服装零售的业务模型。那有些英文的专门用语我感觉如果翻译成中文意思就不太准确了，所以呢就还是保留了英文。整个供应链呢，分成计划、采购、管理和门店这4个部分。从这个组织架构的建立开始，还有这个 merchandise hierarchy 商品层次结构的搭建。那这些呢是针对自己企业商品的基础数据的设置，比如分成男装和女装，男装下面呢再分成上衣和裤子。那商品类别层次要考虑的呢不仅仅是分类和报表。那它同时呢也是为业务流程服务的。那比如采购和给门店分配货物都会根据一定的分类进行。然后呢是 merchandise plan 和 assortment plan，商品计划和品类计划。那 merchandise plan 呢是零售商为季节性商品设定预算，是在产品类别层面进行的，比如男士上衣。那 assortment plan 呢是为每个店规划时尚产品的组合，那是在具体的商品属性层面。那比如针对秋冬季衣服，每个店都会有绒线衫和外套作为组合。Assortment plan 呢不只是具体的款式，还包括呢目标销售数量、价值、降价计划等。retargeting 呢就是对原定计划的调整，包括增加和减少。比如发生了疫情，那就要调整销售计划。供应商管理，商品和属性，采购价格，采购订单，这些呢是属于 order writing，就是采购的流程。Open to buy 可以解释为翻译为这个采购限额计划。那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根据预先制定好的商品计划，减去已经采购的数量，看还剩多少可以采购。具体的我后面再详细介绍。allocation 呢就是配货，就是把统一采购来的商品分配到 DC 和各个门店。DC inventory 就是 distribution center，配送中心的仓库管理。replenishment 就是补货。门店缺货了以后发送需求给 DC 补货，或者呢是通过采购来补货。DC stock physical count 就是配送中心的库存盘点。markdown 就是降价。discount 呢是折扣 ，promotion 呢就是促销。那 markdown 和 discount 呢是有区别的。那一般来说markdown 是无条件的降价，那代表呢商品价值的下降，往往呢是在商品滞销的时候发生的。而 discount 呢是有条件的降价，有特定的目标，比如员工折扣、学生优惠。markdown 呢是销售价格的下降，而 discount 呢的销售价格不变，那是在销售发生的时候再给一个折扣。所以呢 markdown 和 discount 的业务流程不一样，那记账方式、报表分析负责人呢也会不一样。store inventory management， manage sales and right return， 还有 POS 机相关的操作，还有 stock physical count， 这些呢都是属于门店的运营。一般呢有专门的 POS 软件通过接口和 SAP 连接。下面呢还有back office reporting 方面的业务，支持呢整个企业的运营。那主要是财务方面的工作，处理付款、总账、管理预算、成本费用以及报表分析的工作。好，我们详细看一下 Open to Buy。Open to Buy 呢是零售商的一种财务预算策略，用于计算呢可用于购买新库存的资金数额。它可以帮助零售商规划库存水平，并确保有足够的商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不会过度的采购。Open to Buy 呢是基于一定的数据来做分析，通常呢会用一些报表。那我这里呢列了一些常用的字段像包括星期这个报表例子呢是每星期来统计的。采购订单的数量和金额。stock 现有库存的数量和金额。last year 去年的销售情况。target 今年的销售目标，还有 markdown 降价计划。
这些数据啊，通常会在一定的商品级别呢来汇总统计。比如啊，不会把一件衣服的大中小号分开统计，那样的数据太多太细也没有必要。Open to Buy 的作用呢，首先是控制库存。作为一个零售商，你总是希望库存呢不要太多，这样呢存货积压没办法周转。也不希望呢存货太少。如果缺货了以后会给客户不好的体验。只有保持合适的库存周转，才能提高现金流的利用率提高利润。另外呢，对于服装类的商品每个季节都会有更新。使用 Open to Buy 也可以更好的管理服装的季节性销售计划。还有呢，就是时尚产品的销售周期较短。很多现在快时尚的这种零售企业新品更新会很频繁，所以呢需要不断的分析数据，比较本周和上周的数据，然后呢根据趋势变化采取行动。在 SAP 的里边的方案呢，就 Merchandise 和 Assortment Plan 放在系统外来做计划，然后在系统里边呢开发客制化的数据表，然后呢把这个销售计划的数据导入系统。采购数据和库存数据呢在 SAP 里边都有，这些合起来开发定制化的报表。这是以前的 SAP 方案呢，我不知道最新的 S4HANA 有什么更新。我想基本的业务逻辑应该是差不多，可能呢会少一些开发的工作量吧。Replenishment 就是补货，就是检查剩余库存，并在适当的时间呢重新订购适当的数量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确保门店始终有足够的库存来满足客户的需求。replenishment 可以是门店从 DC 补货，也可以呢是 DC 从供应商补货，或者呢门店直接从供应商补货。replenishment 补货的方式有自动补货，就是类似触发了重订货点，还有手工补货，就是门店人工发起这个补货需求，还有检查补货的建议清单，然后再处理。这种呢就可能是把多个门店的缺货合并在一起，检查后呢再统一处理。在 SAP 里标准的功能呢基本上可以满足补货的业务，可以呢按数量，比如呢到了某个重订货点，或者呢按时间，比如每个星期二检查一次是否缺货。不过呢如果需要合并补货需求可能呢需要开发。Allocation 呢就是配货，就是把将商品数量按照特定的规则分配给门店的过程。配货可以从供应商直接到门店，也可以呢从供应商到 DC， 再从 DC 呢到门店。配货的策略呢有按固定数量进行配货，或者呢按门店的容量呢进行配货，哪个门店的剩余空间多就多配一点，或者呢按门店的业绩进行配货，哪个门店卖得好就多配一点。这里呢又可以分成呢按品类卖得好，或者按库存或者按款式卖得好。在 SAP 里呢有 allocation 的功能，它呢是创建一个 allocation 的 table， 然后呢根据这个 table产生库存移动。如果是按固定数量进行配货呢就比较简单，SAP 里就可以实现。如果呢想要按门店容量或者销售业绩，那就要先在系统外分配好，再通过接口导入系统。我们再看一个特殊的需求，在中国税务处理上呢有2个级别的法定的架构，法人实体 legal entity 和税务局的区域。比如上海有18个税务局，每个税务局负责一个区域。零售商注册一个公司就是一个 legal entity。然后呢比如在上海开了很多门店，每个区都有，这样呢在一个 legal entity 下，不同的门店之间跨不同税务局的业务就需要被确认为包含增值税在内的销售业务。另外呢不同的税务局也需要分开提供这个财务报表。所以呢在 SAP 里边呢，一个法人实体 legal entity 就是一个 company code，而一个门店
就设置为 Profit Center， 那 DC 啊也是一个 Profit Center。那同一个税务局下的门店呢，用一个 segment， 这样呢，在同一个税务局下，就是普通的物料移动，比如这里啊，从 DC 到门店啊，那跨不同税务局的移动，需要作为销售啊记账这个应收应付，这里呢就需要特别的解决方案。而跨不同的 legal entity 的业务，就是正常的公司间的销售啊。另外呢，财务报表呢也会按每个门店呢来出。好，总结一下，零售行业啊包含很多细分行业，像批发啊、生鲜啊、服装、家居用品啊等等，每个细分行业啊都有自己特殊的地方。我这个视频啊也只是介绍一些普通的传统的零售业务的模式，具体的还有很多细节，很多业务场景，像退货啊、寄售啊、rebate 啊等等。那 SAP 本身呢功能很强，而且呢开发了零售行业解决方案。但是呢，零售行业的变化更多、更快、更复杂，仅仅是去了解 SAP 功能呢是不够的，还是呢要以业务流程为主。现在呢兴起的像电商啊、直播啊、团购啊模式等等啊，更是不断的要求 ERP 系统改进来支持新的业务发展。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